2013年香港一段寻親視頻在網絡上瘋狂的傳播，已經1個禮拜再多啲啦，又冇收到綁架電話啊。鏡頭前的這個年輕男子正在焦慮地尋找自己失蹤的父母，但是如果你仔細看這段視頻，你會發現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個細節，他在講述父母失蹤的過程當中，不經意的邪魅一笑。就是這個笑容呢，讓屏幕前無數的觀眾脊背發涼，網友們紛紛發帖，這個人有問題啊！這個對着鏡頭孝子尋親的男子叫做周凱亮，29歲，而他65歲的父親周榮基和62歲的母親蕭月兒，此刻正在冰箱裡面，身體被肢解成了20多塊，有的被鹽給醃製過，有的呢還用微波爐給加熱過。案發之後呢，人們都非常的好奇，他為什麼要對自己的父母做這種事情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下面呢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案件。事情呢還要從2013年3月7日說起。那天香港西區的警局來了兄弟倆來報案，哥哥呢叫周凱英，弟弟叫周凱亮。哥哥焦急地告訴警方，父母在3月1日下班之後呢就沒有回家，已經整整6天沒有聯繫上了。而弟弟呢在旁邊補充說，3月2日的時候呢，他還和自己的父母在旺角朗豪坊喝茶，父母說呢要報個旅遊團去內地玩幾天。兄弟兩個還在網上建立了一個叫做失蹤的爸爸媽媽的網頁，到處發尋人啟事聽起來呢這似乎就是一起普通的失蹤案。但是警方給弟弟周凱亮錄口供的時候，發現了不太對勁的地方。這個人呢回答問題的時候眼神飄忽，坐在凳子上呢就像是坐在針上一樣動來動去說幾句話呢還要咽一下口水，異常的緊張。警方開始核實他說的話。第一呢，就是出入境記錄顯示呢，周榮基和蕭月兒這兩個人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香港，沒有出入境的記錄。第二呢，就是茶餐廳的監控顯示，3月2日周凱亮根本就沒有和父母來這裡喝過茶。第三呢，就是父母家裡的護照還在，銀行卡裡的錢一分都沒動。所以警方推測小兒子周凱亮在說謊。就在警方準備深入調查的時候呢，一通匿名電話打了過來。來電者呢自稱是周凱亮網上一起玩遊戲的好朋友。他說周凱亮在遊戲群裡親口承認說父母不是失蹤，是被他給殺害了。警方呢就立即逮捕了周凱亮。審訊並沒有持續太久呢，周凱亮就很快交代了一切。父母確實已經遇害了，屍體呢就藏在大角咀海星大廈的一個出租單元裡面。警方火速的趕往現場，推開門的瞬間，一股濃重的令人作嘔的腐臭氣味撲面而來。客廳裡呢是一片狼藉，滿地都是黑色的塑料袋。警員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其中一個，裡面的東西的形狀和狀態呢，讓所有人都瞬間明白了這肯定是人體組織。更令人心驚的是，旁邊有3個大號的塑料箱，其中的一個箱底呢還不斷地滲出暗紅色的液體。但真正讓整個現場性質升級的是散落在周圍的東西，5、6袋未開封的工業用鹽，1塊菜板，7個不同型號的刀具以及1把鋼鋸。這裡呢不僅僅是一個殺人現場這是一個有預謀的長時間運作的肢解的現場。警方推開了其中的一個房門，裡面呢放着2個大冰櫃，一個是日立的，一個是東芝牌子的。冰櫃的這個門呢被用透明膠帶封住，底部呢還墊着毛巾，防止液體滲出。法醫打開了冰櫃，左邊的日立冰櫃是上下2層，各放着幾個白色的飯盒，飯盒裡面裝的是被切碎的人體內臟，較大的殘骸呢裝在了白色塑料袋裡面，其中一個塑料袋裡面呢是被切下的男性器官。冰櫃的冷凍層裡還擺放着一個男性的頭顱。左邊的東芝冰箱呢情況和這個幾乎是一模一樣2個白色的飯盒裡面裝的是皮、肌肉、子宮和內臟等等等等。這個冷凍層裡呢是一個用毛巾墊着的女性頭顱。2個冰櫃上面還放着一個微波爐，裡面是黃色的液體經過檢驗呢，這個微波爐的黃色液體是人體的油脂，也就是說有人用微波爐加熱過脂肪得到了這個油脂。另一個房間裡桌上呢放着菜板，上面呢有紅色的污漬，應該是最近被使用過。
旁边呢还有一个汤宝、电饭煲内胆、红色的大塑料桶、几大袋的食用盐、超大的黑色塑料袋、垃圾袋保鲜膜以及600多个外卖盒。周凯亮呢甚至想把这些肉做成叉烧饭，然后呢装进这些饭盒里面扔掉，这样呢就不会被怀疑了。但是在他们尝试过之后呢，发现整个单元都会弥漫着肉香味，那样呢更容易被暴露，所以呢最终就放弃了这个计划。法医将残骸一一的检查，其中一个手掌有6根手指头，而他的父亲周荣基呢，天生左手有2个大拇指，所以呢，那个手掌就是属于他父亲周荣基的。到这里呢，大家不仅要问一个问题一个29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根据周凯亮的说法呢，一切都是他的童年过得太苦了，太悲惨了。周凯亮1984年出生，是家里的最小的儿子。周荣基和肖玉儿呢，早年辛苦打拼打拼了大半辈子，在香港有3套房产，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不错的。和许多的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周荣基和肖玉儿呢，给了2个儿子最好的教育。大儿子呢比较省心，但是呢，他们对于小儿子更是寄予厚望。从6岁起呢，父母就逼他学钢琴、学英语，每天必须阅读英文报纸。但是呢，后来这个周凯亮说，这些都是他不喜欢的。周凯亮讨厌弹钢琴，他喜欢打篮球，但是父母不允许。他后来说自己之所以身高只有1.64米，身材矮小，长相也不好，所以呢交不到女朋友。他认为呢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父母的错，因为小时候呢父母只让他学习弹钢琴，没有让他去做运动，所以呢才让他长不高。怨恨的种子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上中学的时候，周凯亮被同学欺负，性格是越来越孤僻。16岁的时候是成绩太差了，父母花了重金把他送到了澳洲去留学。在异国他乡，周凯亮开始放飞自我了，成绩是越来越差，最后导致无法毕业。而且周凯亮呢还被那边的黑人给欺负霸凌，性格变得是越来越沉闷。2003年，周凯亮退学回到了香港，父亲呢又给他安排了在香港大学里边去继续读书。但是周凯亮这时呢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书根本就读不进去，而且呢性格变得是越来越封闭，做事呢也是越来越极端。进入社会之后呢，他做过会计文员，做过银行职员、房产中介，但是没有一样工作能做得长久，最多呢也就做几个月，最短的1-2个月，1个月不到就不干了。眼看着马上就30岁了，自己还是一事无成。他没有好好的反省自己，反而呢把这所有的失败全都归咎于自己的父母。他认为是他们把我生得那么矮是他们逼我学钢琴不让我运动，是他们毁掉了我的人生。2012年，周凯亮炒股失败，而且呢还欠下了巨债。为了帮他还债呢，父母把一套房子卖了100多万，给了他50万。可是他转头又把钱全部都投入了股市不出意料的呢，他再次输得精光，而且还欠下了高利贷。这一次呢，他不再求父母帮他还债了，他直接要求父母把名下所有的房产全部卖掉，要和父母分家产父母就拒绝了。周凯亮彻底的崩溃，他觉得父母明明有钱却不肯帮我，怨恨呢就在心里疯狂的滋长。就在这时呢，他遇到了曾经的好朋友谢珍琪。谢珍琪呢比周凯亮大7岁，1978年出生。这个人呢人生同样是一团糟，他被女友欺骗，欠下了10几万的债务。2010年呢曾经烧炭、吃老鼠药、吞水银等3种方式自我了结，结果呢都被他的姐姐给救了回来。人虽然给救回来了，但是呢他的智商永远的受损了，智商测试只有84分低于正常人的智商。2个同是怨恨世界的一事无成的失敗者，成為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對我好好㗎，好似我阿哥咁樣。我講係啊，2個唔同變曬㗎，完全嗰陣時佢好錫我㗎，又成日帶我去食我未食過嘅嘢啦，跟住又成日買衫就少，但係佢會譬如我唔舒服，佢會俾錢我睇醫生。2012年的9月，周凯亮对谢珍琪说他想在30岁之前自我了结。谢珍琪对他说了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周凯亮的人生轨迹他说反正都要死，不如杀了最让你痛苦的人。
周凯亮听了这句话之后呢，犹如醍醐灌顶啊，豁然开朗。从那一刻起呢，他用了半年的时间精心策划弑亲的计划。他和谢珍琪通过网络反复的讨论各种细节啊，包括买什么刀、怎么抽血、怎么肢解、怎么处理尸体等等等等。周凯亮呢，甚至用笔记本详细的记录了70公斤的人大约有 4.7 到5公升的血，50毫升的针筒呢要抽100次，最多呢抽300次到400次就完事儿了。他甚至呢还开玩笑说，我抽完之后呢就可以练到变成护士了。为此呢，他还订购了一大批的注射器啊，不过呢到最后啊这些都没有用到。他们还讨论是在深圳作案还是在香港作案啊？最后呢还是这个谢珍琪说啊，在香港作案他更加有信心。他的笔记上呢还记录了怎么放血啊，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工具等等等等啊。当然了，还有前面说的2个大冰柜也是必须提前准备好的。笔记本里呢还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让谢珍琪问女性朋友哪里可以买到大量便宜的洗指甲水，因为里面含有丙酮，和漂白水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氯仿和热量啊，方便溶解掉一些人体组织。为了万无一失，周凯亮用笔记本将作案需要的各种工具和方法全部都记录在了这个笔记本里。案发之后呢，这个笔记本在谢珍琪的房间里的被褥底下找到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2013年3月1日上午11点19分，周凯亮带着自己的父母走进了大角咀海星大厦。他对自己的父母说，自己在这里租了一个房子，想让二老帮忙看看，顺便呢打扫一下卫生。父母很高兴，以为儿子终于改过自新了。3个人呢进入电梯，来到了谢珍琪租住的这个单元。周凯亮呢把父母引到了客厅中间，埋伏已久的谢珍琪突然跳出来，一手捂住了肖玉儿的口鼻，一刀就砍在了他的颈部。62岁的母亲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就倒地了。几乎同时的，周凯亮从背后捂住了自己父亲周荣基的嘴，右手也抽出了刀砍向父亲的颈部。65岁的父亲激烈的反抗，父子2人双双倒地扭打在一起。但是年事已高的父亲最终还是不敌儿子手中的尖刀，倒在了血泊当中。整个过程不超过20分钟。混乱当中呢，周凯亮的大腿和手指被刀给割破了、割伤了。所以呢，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周凯亮冷静地走出了大厦，前往医院缝针。监控拍下了他离开的画面。而这剩下的2具尸体呢，留在了那个单元里面。接下来的几天，谢珍琪独自完成了肢解。周凯亮在3月5日重返现场的时候，2具尸体已经被肢解完成了。然后呢，周凯亮开始了他最精彩的表演，扮演一个忧心忡忡的大孝子，在那里发视频。他在哥哥面前谎称父母去了内地旅游。他在网络上呢建立了寻找失踪的爸爸妈妈的这个网页。他还接受苹果日报的采访，对着镜头恳求公众的帮忙。他甚至陪哥哥去警局里报案。他演得太好了，哥哥也信了媒体也信了，全香港都信了，但唯一没有相信他的就是网友们。他们从那段采访视频里面看到了那个不合时宜的笑容，看到了他飘忽的眼神、紧张的小动作。网友说凶手就是这个大孝子，结果呢，网友们说对了。庭审中呢，周凯亮还在做垂死的挣扎。他曾经想用自己是精神病来脱罪，想把故意谋杀改成误杀，但是法官才不信他的鬼话。一个用半年时间来精心策划谋杀的人，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呢？2015年3月，经过漫长的庭审，法院最终裁定周凯亮2项谋杀罪名成立，最终呢被判了终身监禁。下面呢再说一下这个谢珍琪。这里要解释一下呢，之前所有的作案过程都是周凯亮自己供述的，而在谢珍琪的供述当中和不太一样。谢珍琪说他只是帮忙分解肉块，而2位受害者呢都是周凯亮一个人杀掉的。所以呢，谢珍琪陪审团一致裁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他因为非法处理尸体被判1年的刑期。由于已经被羁押了将近2年了，所以呢就当庭释放。谢珍琪的智商只有84，而周凯亮的智商高达126。法官认为，以谢珍琪的智商，他完全是被周凯亮操纵和利用的。
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呢，远比判决书上的文字更加的沉重。周凯亮的悲剧究竟是他人性的彻底堕落，还是畸形家庭教育的必然结局呢？父母倾其所有来供他学钢琴，送他出国留学，替他还债，却在一厢情愿为你好的当中忽略了一个孩子真正的感受。而周凯亮把人生所有的不如意全部都归咎于自己的父母，把索取当成了习惯，把失败变成了仇恨，最终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最爱他的人。当爱变成了枷锁，当期望变成了压力，当天伦之乐变成了血海深仇，地狱就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感谢收看，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